美国一直在设法走着一个亚洲北约来遏制中国，但如果韩国的工作做不通，这个所谓的亚洲北约就要流产。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驻韩国大使接受媒体的采访，阐述友好合作的立场。6月9号，中国驻韩大使接受了韩国 T 飞朝鲜电视台的采访，阐述了中国对于半岛局势、萨德问题、中韩关系的一系列的立场。在采访中呢，韩国记者的问题不是很有礼貌，但中国大使以极大的耐心阐述了中方的立场以及对中韩友好关系的期待。在对待韩国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国内确实有一些言论认为中国表现得太和善了。韩国最近几年向美国靠拢，干了不少对中国有实质性威胁的事。除了部署萨德系统以外，韩国还在积极的研制能够覆盖中国的弹道导弹，甚至在考虑研制轻型航空母舰。韩国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也一直很猖獗，在韩国的社会舆论中对华也不太友好。韩国不但把许多中国的文化传统说成是自己的，甚至对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国演员穿着朝鲜族的服装也发出了很不得体的言论。在这种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中国还是想和韩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呢？这是因为中韩关系不是中日关系，中韩之间没有血仇。中韩军队是交过手，但情有可原。最近几年韩方在交还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时候态度还是很端正的。另外，韩国与中国的经济贸易联系非常的紧密，相互都是对方很重要的贸易伙伴。综合这些因素韩国应该是中国的一个统战对象，而不是一个作战对象。韩国拥有5000万人口，工业制造业是相当的发达，产值规模大，很多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欧洲国家。既然我们对英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高度重视，那对于近在咫尺的工业又这么发达的经济强国韩国，也应该尽力争取让它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中韩可以友好的基础是韩国政界和资本集团对于中韩关系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正确的认识。虽然韩国是美国的盟国，但除非面临美国极大的压力，比如说萨德系统，韩国政府一般不同中国作对，也不对中国的内政问题说三道四。这个跟日本是很大区别的韩国的社会舆论比较幼稚和狂妄，反华情绪很严重。他们认为中国一直在支持朝鲜的导弹研制活动。那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外交部门才会顶着舆论的压力，想方设法的维护中韩友好合作的大局，尽量的化解两国民间的意见和分歧。为了争取韩国中国政府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现任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并且邀请他访问中国。这样的努力有没有效呢？如果对比一下俄罗斯在欧洲的处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对韩友好合作政策是行之有效的。美国一直在设法走着一个亚洲北约来遏制中国，但如果韩国的工作做不通，这个所谓的亚洲北约就要流产。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快意恩仇，但政治不是武侠小说，在实际的外交战场上很难做到恩怨分明，多的是扯皮拉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当然对萨德入韩耿耿于怀也不喜欢中秋节被别人说成是他们的。但是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韩国还是要争取的，中韩友好关系还是要维持只要美国的亚洲小北约建不成，这就是我们中国外交的成功。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